你好，静坐作为华夏的古老技能，无数人推崇，无数的人杰天才趋之若鹜。而静学的传承也的确培育了无数的精彩绝艳的人物。因为通过深度静的训练，身心转变，整个人的灵感、智力、洞察力都会得到全面提升，智慧得到开启，才会一通百通。静坐如同桥梁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，知道自己。而当我们想要开始静坐的时候，会发现世界上静坐的方法与种类非常多，光冥想类就有好几十种，比如观呼吸的、听音乐的、扫描身体的，或者古印度瑜伽打坐，还有古道家放松打坐等等。但是如何选择、如何判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机遇，或者说具备择法之眼。借由这个视频，我将带你了解完整的静坐方法，或者说完整的人体身心训练的方法。静坐没有另外的方法，静坐这两个字就已经阐述了静坐的全部内容。静静的盘腿坐着，到这儿，你可以尝试先关掉视频，直接去坐一会儿。如果回头想起来，还想继续来看，然后再打开视频也不迟。但是呢，体验过的人可能就会明白，人坐下来是坐不住的，一坐下来，脑袋就开始东奔西走，胡思乱想，注意力各种乱窜。所以呢，为了让人坐住了，达到静坐应该有的效果，对注意力放置的不同而延伸出了各种各样的门派与方法。而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、没有任何后遗症的静坐方法，只有放松静坐，也就是全身肌肉松到极致。松的过程，人的身心会经历9层转变。我们的身体从一开始的一点点轻松，到这个轻松的范围和程度逐渐扩大，再到全身贯通，出现肌肉融化的感觉。这个就是从局部到整体渗透的全面转变过程。而另一个同时进行的路线就是意识逐渐清醒，也就是自净其意的过程。这两者互为基础，互为推动，缺一不可。人的身体和精神松弛下来之后，就会自动协调，形成佳境。而这个过程没有道理可讲，就是如此而已，也就打开了人体升级的路。这种转变，这种身心的转变，这个过程有一点类似于，打个比方，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比如今天下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焦头烂额的，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一切都没有变化，事情还是那些事情，但是却感觉好像都不是事儿了。因为睡眠过程就是没有任何干涉的状态，我们的身体会自己调节，我们的身心会自动形成暂时的统一协调。而不干涉的深度放松的静坐练习，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版本的升级版本，或者静坐9层这种变化和提升是一个过程，而进化是全方位的。比如身体松到肌肉融化，意识就会越来越清醒，随之而来的就会附带念头的减少，念头的频次降低，情绪的缓冲地带形成，睡眠问题得到改善，一眼看到本质的洞察能力得到提升，等等等等，都是同步进行。所以并不是只有某一项指标获得改善，或者说2项指标改善了就是意味着提高了。相反，如果只有1到2项、3项改善，说明静坐的方法有问题。只有全面渗透、切实的、可落地的、自然的改善了生活状态、生活质量，这个才能叫提升，才能叫做对了。所以自古以来，正确的静坐很少很少，因为太简单，总是喜欢各种添加多余的动作。我们将静坐的方法展开来说呢，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、感觉舒适的、坐着稳定的盘腿姿势，坐在那里，一切不用管，四肢放松，不用力，静静地坐在那里就好了。慢慢的，清凉、酥麻、温热的感觉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，身心就会感觉到舒适。也就是说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要坐在那里，
一切不管不干涉，舒适就会自动出现，身心也会自己安静下来。这个基础会随着等级的提高而逐渐升级，但是基础就是基础，永远要重视，永远要第一个练习，因为所有的效果都是从做好基础中自然出现的。很多跟着我们练习的同学会逐渐脱队，就是因为对基础没有一开始那么重视，逐渐觉得好像这个太简单了，我搞一点别的吧，添加一些这个那个的。越来越多的添加就意味着基础做不到位，基础不到位呢，舒适度就不够，没有舒适度，静坐就不会提升，没有提升就感受不到动力，没有动力就无法再继续下去，所以还是要回到基础。基础为什么如此重要？因为这个松是贯穿整个静坐9层的核心中的核心。一个松就能解决太多的身心问题，如同一把万能钥匙。然而松也是有深度和等级的，9层就是这个变化的过程，每一层都是身心的变化和提升。静坐到第3层出现托举力，也就是久坐不累的状态。静坐到第4层，身心逐渐安静，意识逐渐清醒。静坐到第5层，想法念头直接发现，直接消融，开始步入全天清醒的阶段。而这个阶段，心理疾病会消失，同时也是变化最多、体验最丰富的阶段。静坐到第6层，开始从身体训练转向意识训练。所以只有正确的静坐才会带来身心的巨大升级与改变，而基础始终是地基。在教学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在静坐初期，很多同学因为姿势不对而产生了比较长的调整时间，所以在这里把静坐的姿势也一起提一下。但其实静坐的姿势在初期不是那么重要，甚至它的重要性还没有在尾椎骨下垫一块垫子那么重要。姿势初期只要坐着不倒，感觉舒服，愿意做就是好的姿势，就是这个姿势就大概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因为姿势是一次次的静坐，一次次的微调，身心到了那个状态，你就会自然的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就知道应该这么调了，而不是说我看到了一个参考，别人是那么做的，我就要这么做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一切以自己的舒适为准。因为刚开始练习，很容易陷入对姿势形态的模仿，而忽略自己身体的实际感受。如果去模仿形态也就是说用肌肉强扭着是非常别扭的。但其实坐正了，端正的坐着是非常舒适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的身体肌肉放松了，全身多余的肌肉没有再去挤压你的脊柱，我们只是还原了还原了脊柱的自然曲度，那么这个过程就会非常舒适，它自然就是端正的状态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整个从头一直到尾椎骨都是贯通的状态，非常通畅。这个不是说你弓腰就能提，弓腰窝在沙发上的那种舒适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浑身都是很透彻的。所以静坐做到位了，站行坐立，你就会自然的以一个非常端正的姿势出现。那个时候那种端正不是为了端正而端正，而是你自然的就是一种非常端正的状态。最后我们讲一下静坐姿势的细节，一共9点。首先第一，垫垫子，尾椎骨下垫垫子，不费力就能保持平衡。很多人这个地方做不对，容易后仰或者脖子疼。第二，坐姿，静坐需要盘腿、散盘、单盘、双盘都可以，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盘腿而坐，因为这个姿势最容易全身放松，但是呢又不会像躺着那样容易意识涣散而睡着。躺着、站着、走着或者垂腿静坐都不可能有盘腿静坐的效果，因为深度达不到，也持续不了。第三，手，盘腿后手自然垂放于胸前或者轻置于双腿上都是可以的，不需要动用你的肌肉去结印。第四，头呢要正，
不用力，轻轻的放在你的脖子上就可以，好像你的后脑勺有一个氢气球往上带着，轻轻的这样扬起来，好像有一点点要悬浮起来的感觉，头就是这么轻松的放着。第5，眼睛，视线可以下压到看到膝盖处，或者闭眼为最佳，其实就是眼周肌肉放松了，它自然的眼睛就不会睁开，自然的就是闭眼的状态了。第6，注意力，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但是呢，初期连注意力是什么，基本上是观察不清楚的，因为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和注意力纠缠的状态当中，所以我们在静坐初期，注意力彻底不要去管它，直到静坐到第4层的时候，会慢慢开始体验到注意力，慢慢开始观察到注意力的存在，这个时候才需要将这个注意力稍微的放在全身舒适的感觉上，1分放着，9分放松，依旧是不用管的状态。第7，耳朵忘掉。第8，呼吸忘掉。呼吸呢，本来就是自然的，只是因为干涉多了，它就会变得不自然。一旦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到呼吸这个东西，它就会变得受干涉，那个节奏就会乱了。而观呼吸呢，并不是去盯，而是一种跟着呼吸的状态，有一点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，就是随。我们这里不需要直接忘掉，完全不要管呼吸，伴随着身体越来越放松，呼吸呢也会逐渐变得轻柔缓和，这个是身体放松下来的自然变化过程。第9，舌顶上颚，让内外气流通，并不是说用嘴来呼吸，还是用鼻子自然的呼吸，舌头的中部轻顶上颚，我们的头部就会自然的处于最佳放松状态，这个时候有唾液出现，就会自动滑入腹部。静坐初期，坐姿如同搭积木一样，一层层叠加，又不用力，这是最自然放松的状态。以上这9点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松到一个地步，静坐到一个阶段，这些状态全部都会全面的做到，而不是在初期一项一项的去检查，我这里做到没有，我的那里做对了没有。正确的静坐效果是立竿见影的，越不干涉，越不用力，松的也就越彻底，效果也就越全面。华夏自古就非常重视静坐的修习与传承，而到了宋朱熹开始轻视实践，转向逻辑和理论。这个时候实践者越来越少，都开始喜欢脑筋急转弯，好像脑门一拍，灵光一闪就可以就地开悟。而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是，可能1分钟获取的信息量比古人1年的都要多，同时呢，也就意味着干扰变多了。对于现代人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先静下来，静到一个深度，才会知道什么是观，才会知道什么是止观禅。如果还想要更全面的了解人体身心训练的方法和现象，可以点开这个播放列表，是存在感的语音版。关于静坐的实践练习，我会陆续更新在这个播放列表当中，也就是1元松脑静坐9层这个播放列表。感谢订阅，再见。